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59岁，来自吉林，保安；李女士，56岁，来自吉林，退休。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是因为照顾外孙女和老头异地分居了5、6年了。刚开始分开的时候还挺好的，现在异地结束了，我们之间却出现了问题了。他平时太多了，管我干这管我干那，我感觉现在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之前就是过得太自由了，啥事都不跟我商量啊，现在看我哪都不顺眼，这样我还不如回我姑娘那儿去，让她一个人过得了。哦，这个是因为照顾孙女儿，然后异地了一段时间，现在重新在一起生活了，觉得不适应了，是吗？是啊。哪年去照顾的外孙女儿啊？2019年。那每一年您二位是在什么时候能聚在一起呢？每年能见2次面。春节的时候我们要带着孩子一起回家，然后每年夏天的时候呢，我要带着小外孙去老家那边避暑了，回家看看老头儿。您二位是结婚多少年了？34年了。那现在外孙女是开始上幼儿园了，所以您就回老家去了，对吧？啊，回老家跟老头儿一起生活。那这说说吧，这一起生活出现啥问题了？那事儿就多了。那我就是刚回去的时候一看，哎，这个家让他造的，让我简直的我接受不了。我家厨房这个墙面上全都是崩的油点子、大黄渍啊，然后抽烟机也不洗，这个灶台上全都是那个残渣的这个菜油点子。锅具啊、碗呐，都背面都是焦黄的，地也那么脏。我一揭开饭锅一看，锅里边都长毛了，我可真的是接受不了。之前分开的这5年，您每次回家，家里不是这个样子的吗？他知道我要回去了，能简单的收拾一下，也不是那么彻底。这次可能间隔时间长了，我回去一看，简直让我接受不了。那个马桶上转边都是焦黄，里边那么脏，地下那拖鞋扔的到处都是，可能洗澡的时候打的那个沐浴露那个沫子都弄得墙面上全都是点子啊！最可气的是拿我的浴帽当抹布。他离家5、6年了，这5、6年时间吧，就我自己在家，在这个收拾卫生这方面吧，可能是欠缺一些。因为我是个男士，我这个每天上班啊，这个时间都挺紧的，我不可能像女同志那样似的把屋子收拾干干净净的，擦得利利索索的。像他一天都搁在家时候擦好几遍，我可能啊，10天半个月呀才能收拾1遍。但是我以工作为主啊，是不是？哎，我不能搁家里边像个女同志搁家里经常这个收拾卫生啊。过去那20多年是谁收拾家务的？是我。他收拾，就他其实本来就不会，就是懒，给自己找借口。那个浴帽买好几年了，搁那搁着，那个也不是闲那个家。然后我吧收拾卫生的时候，我看见这个浴帽挺柔软的哈，擦皮沙发不正好吗？哎，我就擦沙发了，哎，擦沙发我也忘洗了，回来吧他就发现了，一闻不是味儿啊，然后他跟我发脾气急眼了。这块咱就先不说，你就说你个人这块吧。今天来到这儿了，你穿干净的，这搁家鞋也不愿意换，然后就提着它了就往进走。洗脚呢，还非得把那个盆端到那个客厅里边去泡去，然后坐在沙发搁那儿享受，弄得满地都是水。不及时清理，把我地板也泡了。然后呢，我说的你回家把那花给我浇一浇，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浇一次水，跟那你咕咚一下子浇一桶啊！你是把那地淌的水也不清理，完了也把那地板给我泡了。我刚刚装修没有多长时间，都没怎么住。我们家就得有个家的样子，对不对啊？您回来了就有家的样子了。对，咱们这个卫生的情况先放在这儿，我们知道了，就是您对这个一回来看见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不满意，还有什么现在不满意的了？啊，还有就是对外边人就是可大方了，谁说的？呀，三哥呀，那个我这段时间手头有点紧，你给我拿点钱吧。
哎，就是拿300、500的，这都是常事儿，就给人家我就不好意思要了。最可气的有一次，他说是个朋友，还是搁市场认识一个朋友，人家说的那个啥有事儿，说的借他5000块钱，咱说5000块钱，你说多也不算多，挺多的，但是说对我们普通家庭是不是也不算少？挺多的，对谁家都挺多的。然后呢，刚开始说借了，说的1个月就给他，结果呢，1年多了也没给人家提了2回，完人说的现在没有钱，就这么一直拖着也不给，现在电话也联系不上了。完了那天我回家了，说的你看我不好意思要，你去要去。你说啥事？那你说朋友在一起跟你说了，哎呀，这个我现在手里缺个300、500的，300、200的，那你说都有，能不借他吗？是不是？人借不给你了吗？那后边那个二明子说是他有急事需要5000块钱，需要5块钱，我正好都有5000块钱，那就拿去呗，哥们都挺好在一起。那搁外边你说没有个朋友相帮那也不行，那咱们没有难事吗？如果有难事的话，您对朋友大方，您对阿姨怎么样？对，我就抠了啊，特别抠。怎么抠了？我就举个例子吧，我说的那个老头，我说你上街，你给我买个腰带，这家似的答应的可痛快了。到市场给我买回家往那个床上一扔，说你看我给你买回来了，完我就拿了我就扎上了，扎上我就拖地干活呢，然后我就一下子就鼻子就痒痒，就一下就打一个喷嚏，嘎嘣一下就折了。你说你给我买的是啥玩意儿啊？你啥事都说。你说你要多花点钱给我买，你说你能不能买一个那么便宜那么劣质的东西啊？打喷嚏都能折，你说他给我买的是啥玩意儿？这个腰带吧也挺美观的，也挺好看的，多少钱？扎上了29.9块，也是寸劲儿。这一年吧，他在这个姑娘那块吧，他也是也是胖一点了，是啊。你得了吧，你大点谁你那吧，你说打个气泡就折了，我感觉那不是打气泡，简直是打雷，这是。你埋汰气泡折你埋汰谁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可他折了。结婚这么多年都没给我买个礼物啊！完回来了，说的你看我还给你买双袜子，那完我说行，完我也没细看，我就搁那边了。正好第2天我朋友找我说姐，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上我家来咱们那个聊聊天啥的。我寻我去我就拿个新袜子穿上，上人家你说我进门了，人家给我拿拖鞋。我这一脱鞋，脚趾头露出来了，我多尴尬呀！你说那是你脚趾盖多长时间没脚的缘故？这怎么回事？他怎么让我呢？他就没舍得多花点钱给我买个好的啊。还有一次，我俩去逛街去，正好是赶上3·8妇女节，看人家道边卖鲜花的，完了说的，哎呀，还卖花，还到人跟前瞅瞅问问，说的，哎呀，我说你看啥呀？我说你还要买呀？问问那花多少钱一朵啊？人说5块，哎呀，那走吧，5块钱都没舍得给我买，你说他抠成啥样？年轻处对象的时候都没有买过花，你说现在要花有啥用啊？拿一个花5块钱，你说走一会儿完了还得扔它，还不如买双袜子，就是抠呗。不是，那你凑上去问什么呀？我先打听打听呗，是不是？打听如果便宜吧，我就给买一朵。哦，还是因为贵，他就买了。对，要是1块钱可能就买了。行了，这知道了。还有啥觉得现在变了样了？还啥事愿意私自做主？刚回去不几天然后就有人敲门，敲门问我寻思是干啥的呢？完我就开个缝。我一看这外面好几个人，完我说你们干啥呀？第一个人还挂一个牌儿，说的姐呀，我们是那个啥中介的，你家这个房子不是说挂到网上了吗？要出售。我说没有的事儿啊。他说的是你家叔叔挂的吧？是一个男士。那我说你等会儿，我说我打电话我问问他。我一打电话，我说的是你给咱家房子挂到网上了吗？他说是啊。他说那个我寻思挂网上，我看那个准备合适了，我就给他卖了。当时我就火了啊！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呢？你咋不跟我商量？这我跟你商量啥呀？你说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吧，这个年轻，这个手也没有钱，就5000块钱，人当时就把房子买了，也没跟我商量，私自做主。哦，买房的时候没跟您商量，没跟我商量。卖房的时候我也不用跟你商量。卖房子我是这么回事儿，我卖这房子吧，现在是啥呢？正在往出搭个这个房子，看有没有人买。卖的时候我得跟他说，我不能就是不跟他合计。还没卖呢，跟他说有啥用啊？那卖了这房，你也得跟我商量。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得跟我商量。别吵，这房子卖了以后，您二老住哪儿去啊？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吧手有几套房子，他买第2套房子是吧，也没跟我商量。但是后来呢，拿首付的时候也是我垫的钱。
完了第二套房子卖了以后，出手就挣着钱了。哦，挣了钱以后吧，他可能也得这个甜头了。他就啥呢？就是这个总在这房子方面就是打主意。第三套房又没跟我做主，离我们住那地方挺远的。都到苞米地边了，你说这边上了吗？我也反对。这是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为啥要卖这个房子呢？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吧，他在我们那个郊区又买一个房子，最高价数买的，现在呢掉价卖不出去，我就寻思把我住的房子卖了，然后我到那儿去住去。就这个房子现在卖，但是跟你买的时候吧还是挣钱，但跟炸板卖的时候还是赔钱你差30万块钱。他还做啥主没跟您商量过的？你比如说孩子就业问题，他就私自把这个孩子送到播音主持学校去了，我就非常反对。因为我们吧是个农民出身，也没有什么文化，你说将来孩子一旦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成绩了，不可能安排在我们家门口，他肯定到外地。如果到外地的话，我离孩子远了，见孩子面就少了。结果孩子毕业以后呢，就分配到外省了，在那工作了9年，事业很好，是不是？但是来讲呢，我不是为了孩子好吗？你为了孩子想，我为了孩子好，没有你这个决定，我能跟孩子分开这么长时间吗？孩子不给他选择一个好行业，没有你这个决定，那孩子能嫁到北京去吗？孩子嫁到北京去不挺好吗？现在我们造成矛盾了，通过这个事儿离家好几年，现在回来就拿管孩子的方式管理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啊！我站的也不对，躺的也不对，穿衣服也不对。刚才你们听说了吧？我就是不打扮我自己，不收拾自己。我到这个岁数，我收拾啥呀？还呀？以前说您吗？以前不说，以前就是回来就变了。他也不这样，他也不这个态度。现在是又臭又硬的，然后他对别人可大方了。你看，朋友谁说，哎呀，哥们儿，咱好长时间没见了，来吧，上我家来喝点吧。撸歌挽袖的上厨房做菜，就最可气的都啥样？不管是来俩人，来一个人，一瓶白酒，再买几瓶啤酒。我有的时候我寻思来人怕给人家喝多了，你说俩人喝，一人得喝半斤。我要是也跟着掺和喝点的话，是不是他们也少喝点？我怕给人喝多呀，我就拿个杯，我就主动的我说你给我也倒点，我就这样啊。哎呀，我这跟他遭这个罪儿啊！那时候这家就喝干了喝干了倒，一下给人喝多了。这家人家躺到炕上了，这家这哇哇的吐，这他一看。这没招了，整不了，嘎嘎给外边那狗叫进来了，嘎嘎上炕一顿吃。你说你想想，就这人，然后我这人也是的，就是我没有别的啥爱好，就没啥事就愿意哼哼唱歌啥的。你还提这事儿呢？你要唱歌唱得好也行，是不是？唱的歌啊，唱前就找不着后句，有前调没有后调，哎呀，丢三落四的，有那么难？声调不好听，对，有那么难听吗？不管有人没人，想唱就唱。你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似的？来，阿姨，今儿我们给你个大舞台，今天在咱们节目唱。故乡的爱，故乡的情，故乡有我青春的歌声。几度芳草绿，几度霜叶红，遗忘的同伴依然在梦里。哎呀，我有点紧张了。没事，可以了，很好。紧张的忘词儿了。阿姨，我跟您说，这个舞台，阿姨，我跟您说啊，您声音非常好听，我都嘚瑟，我都就是没有，您声音非常好听。您呀，去找一个老年大学，把您的唱歌稍微规范一下。您声音非常好听，这是一方面呢。完了还总笑话我，刚才不还说我吗？你胖，然后我寻思我买点那个减肥的东西，是，反正。就有的时候就是效果不是那么理想，这他也说我呀，说用我花钱了，啊，你这一天造上钱，你说我这啥心情？我花点钱，头次减下来，减去30多斤，完后不几天呢，又胖起来了。你说你减它有啥用啊？对身体肯定是不好，我感觉。那我寻思，我搁家整点那个营养餐。弄点水煮菜啥的吃，这也说我没给他做好吃的。那你说是不是应该都得互相体谅？
这也不行，就说你都长成那样了，你还那个减啥肥呀？你净寻思花钱吧那我说的你不实话吗？原先这么熟，现在这么出息呢？你说他能一样吗？那我没说你磕碜呢。哎呀，我天！这我回来了，天天哎呀也就你过去好好挖苦我过呗，埋汰你这个那个我的，挑三拣四的，磨磨唧唧的，没完没了的。哎呦我能受得了吗？您这个嘴是真厉害呀！这一大连串的形容词儿，我的天哪！那叔叔阿姨，今天这个来我们爱情保卫战了，您二位来就是想倒苦水呢，还是说真的想要让我们帮你们解决什么问题？那我寻思让他给他那个脾气改改，那个说话别那么犀利，就能挖苦我、埋汰我，我有那么磕碜吗？哦，多表扬您。我也没挖苦他，我感觉。您说您的要求。你的嘴啊，真不好。对，您说您的要求，您今儿来了以后想怎么办？就他这种对待我这个这个语气啊，我有点接受不了。现在老师帮我教育教育他，行吧？我们知道了。这个赵先生和陆女士，你们听完叔叔阿姨的故事，你们有什么能劝的？如果是自己爹妈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是自己爹妈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叔叔一直都在挖苦阿姨，然后我觉得常年的这种可能也不爱了，那不如就是我觉得分开可能比较好。这你爸你妈要在这儿，你就直接让他俩分开是吗？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就是我觉得叔叔可能，姑娘你是个狠角色呀。我觉得叔叔已经不爱阿姨了，然后两个人继续在一起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与其彼此更加伤害，不如现在就干脆分开吧。他劝你们离婚，你们离吗？离吗？那我觉得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让他改改啊，大哥你离吗？我们这个离婚不能离婚，因为我们有原则上一些问题。不离，行，知道了。那咱们接下来就认真听听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宝贵的建议。你俩其实这是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你们俩就是因为分开了大概5年嘛，5、6年，你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这5、6年当中，你们彼此有各自的生活，你们有自己的朋友圈，你们有各自的生活习惯。叔叔您在老家，然后阿姨您是在北京是吗？对。所以他一定有他的都市化的这种视野，他就是现在去过大城市生活过，所以他的一些生活品味格调包括习惯个人爱好，他都会像城市里的老太太一样的。但是并不是说你们两个现在就没有办法说继续往下过，而是我觉得要大家求同存异，就是你们至少保证公共空间是一个比较干净整洁的。您也别逼叔叔说他一夜之间就能做出什么巨大的改变。您夫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和状态，我觉得这点你要向他学习，叔叔是真的积极的方面去想，他其实不是在管你，他在引导你。那个阿姨，您不要去老是说他损你，而是你鼓励他，你说来，你觉得我唱的不好听，我们一起唱，我们来唱个刘海砍樵，干什么都可以。这是你要把你的快乐分享给他，因为您的快乐现在是完全把他隔离在外的。他刚刚一直在强调说孩子那么远，我一天到晚也看不见孩子啊，一年到头我也一个人，他像孤家寡人一样，他心里也有苦啊，他也默默付出了为家庭。咋了，叔叔？其实吧，这个老师讲的非常好，真讲到我的心里去了。我们俩真的是陌生的亲人，陌生的亲人，是，所以最熟悉的陌生人。对，所以您这5、6年跟女儿在一块儿，跟孙子在一块儿，您过得是挺开心的。但是你忘了家里还有一个他好像就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感觉他的就是感觉好像被边缘化了一样。他其实只是想得到你们的关注，得到你们的爱护，想让你什么都跟他在一起，然后想让你们的步调一致。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想跟您一起好好携手到老。说完了，谢谢文老师，谢谢文老师。没事，这一下你看把叔叔给说的勾起了很多内心的这种委屈哈。是文老师说特别好啊，尤其说熟悉的陌生人啊，一下子就把大哥的眼泪给勾出来了。因为他其实想夸你来着，但他不知道怎么夸。对，他其实很害怕你走，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把你留下来，所以到他嘴里就变成了挖苦人。他挖苦你是一个自我防御，就是我害怕你走，我害怕你变得那么好了之后不要我。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是吧，像调侃一样说那几句啊，吸引一下你注意力。他在闹，在要糖吃，
这里面有一个叫反向遗弃的问题，就那5、6年你遗弃了他，你觉得自己很崇高，我为了女儿我去照看我外孙子啊，但家里面这个人是跟你曾经生活了20多年的人，你的外孙子出生没多久，你为了一个出生没多久的人离弃了一个跟你生活了20多年的人，在5、6年的时间里面像候鸟一样1年只见2次面。好，他没说什么让你去了，结果你去了，你回来之后你摆出那个样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样子，我是一个北京回来的老太太，我看不上你，我看不上你现在的生活，你和他之间的那个生活习惯已经完全错位了，是你不习惯，是你变了，不是他变了，他其实没有这么变。其实大哥内心的委屈在于什么？就是我在这边苦苦等了你那么多年，我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你回来之后，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就你想要的那个生活我又给不了你，那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北京给你买个房吧？他心里面不就是在想这个事儿吗？对不对？我又不能变成那些北京的老头，那你希望我怎么样呢？所以他只能通过语言上的方式来不断的来攻击你。其实你没发现一个细节，他为什么要卖房子？他卖房子是想走一步棋。这步棋是什么？你一回来不是嫌这儿也脏，那也不行，我干脆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们去一个新的房子重新开张。哎，那个房子里面总没有你说的这个脏那个脏吧？然后我们重新开始，你重新按照你的方式把这个生活给布置起来，把生活习惯重新调整起来，那你就不能埋怨我这个脏那个脏。大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但你为什么不说呢？要学会沟通，努力往回走。我能看得出来，大哥其实心里面是想努力的，只是他现在说不出口。现在看大姐，你愿不愿意再努力？你要愿意再努力，我倒是觉得这个房子可以卖，但前提2个人商量，卖完之后重新开始你们全新的生活，在这个全新生活框架里面，听大姐的，生活习惯听大姐的。第二个，每天抽1到2个小时时间唠嗑，一开始可能不习惯怎么聊，但是呢硬聊，每天1到2个小时。第三个，2个人一起出去旅行一趟，最好是隔2、3个月出去旅行一趟，迅速的把你们之间的审美和生活习惯给重新弥合一下。这3个事情如果做到了，我觉得你们之间还是可以挽救一下，从离婚的边缘往回捞。谢谢陆琪老师，你看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想找陆琪老师解决问题，方法很简单，大家只要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但是呢，你们一定要记得亮明自己是爱宝粉丝的这样一个身份啊，因为你亮明这个身份，他能送新人礼。刚才陆琪老师着重说的是叔叔这些年自己在家孤独的这种感觉。其实叔叔，我想跟您说的是，阿姨这些年去女儿家带孩子也特别的难，她会害怕女婿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然后这个小孙子孙女如果没有照顾好了，会不会落埋怨？女儿女婿上班了，她带着小孙女的时候更得加倍小心，因为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凉了，不能热了。伺候完小的，又得给女儿女婿准备饭菜，还得想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说白了，为什么现在带孩子的老人普遍是姥姥偏多？不就是心疼自己的女儿吗？所以他在女儿家容易吗？他在女儿家难道不孤单吗？您看似他好像一大家子人，每天有小孙女陪着，每天有女儿女婿陪着，都围在他身边，其实他心里是孤单的，因为他在那儿，他就是个外人。阿姨，说句实在话，您是不是回到家过得比在女儿家要舒服？就是他再脏，你再看不惯，过得是不是也是自在的？对吧？对，也是踏实的。这就是自己的家呀，这就是老伴儿啊。所以你们的这种的相互大家抱怨的模式啊，我反倒不担心。最害怕的是老两口谁都不抱怨了，你一个人一个屋，我一个人一个屋，每天见面连话都没得说，那才是最可怕的。反而你们这种状态我倒不担心，相互抱怨相互埋怨已经成为你们生活的主旋律了。只不过就是在真的说
动气也好，或者还是说我们可以马上就翻篇儿，我觉得要选择后者。我们不是真的记恨对方，因为大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虽然分开5、6年，但是彼此还是最熟悉的。看不惯的，看不顺眼的，咱们多想想对方的不容易。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你们这个就过去了，这个劲儿就过去了。只不过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有点别扭而已。你就正常的夫妻2个人，比如说大家一出差10天半个月，再一回来看对方也都不顺眼，过了那个劲儿就好了，没啥大不了的啊。我问一下啊，他还有谁？他有我呀。哦，他还有您。您回来之后，您还有谁？他呀，我们您还有两个他是吧？我们2个一起生活，就是基本上有这么一过程，先是在物理距离上被抛弃，只剩彼此了，就开始互相嫌弃。再老一点就开始嫌弃自己。哎呦，要没有我老婆其实生活质量比现在强，她不至于每天得照顾我。基本上是这3步，我不管是女儿女婿啊有多孝顺，但是在物理距离上，是不是就是1年见2次？在距离上先被抛弃了，然后就开始只剩彼此的时候，就开始彼此嫌弃了，到最后该嫌弃自己了。那咱现在是互相嫌弃好，还是互相找点乐子好？现在吧，这么说啊，我们之间吧，并不是说啥呢，嫌弃，就是啥呢，我们互相就是也得说。他唱歌好听吗？就是他胖不胖？照以前是胖了。您刚才说了啊，我们不是互相嫌弃。对，这就是嫌弃啊，这就是吧？这就是了。那我问一下大姐，我们赵大哥他洗脚是不是特别讨厌？对，就是说的他做事情的时候吧，就有的时候不顾及小节，还是特别讨厌是吧？有一点儿，哪怕只有他了，还是特别讨厌是吧？就人还是好人，就是我就觉得他的习惯改改。没事儿，就是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到那时候就这样。很多就是子女在外地的老人家，都是这3步：被抛弃、彼此嫌弃、自我嫌弃。您是打算把这个日子过得开心点，还是就这样互相数落？既然我们都明白，我到最后只有他，他到最后只有我。既然我们都明白，咱们是把它过得是开心点还是就像现在这样？开心点，开心点。您自己琢磨。至于生活习惯上的事儿，我可能没什么发言权。他就是从北京回来了，他就是适应了一个家庭卫生条件非常好，人人相互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生活细节上的自我约束，这个我没有资格说。但是呢，开心还是像这样嫌弃，您2位琢磨。其实我听几位老师，包括大哥大姐讲的，其实心里挺有触动的。我觉得这期节目最应该看的、最应该来的，不是您2位，是您的女儿。您2位没有本质的问题，也分不了。但是大哥这么多年过得不好，从家里刚才大姐描述的那些，我觉得哇，大哥过得好惨，只能够去花钱去外面买，换一些所谓的情感交流。为什么对外的朋友这么好啊？其实买3块钱的袜子舍不得买的那朵花是大哥的常态，但是为了结交朋友，为了多一些感情的链接，他要去外面花钱去找这些友情。大姐过得也不好，那不是你们家，你在为别人再去付出，女儿也是别人哦。然后外孙女上幼儿园了，不需要你了，回来了，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抛弃。但是就是因为老两口在一起时间太短了，互相就都过毒了，就不再适应了，所以要进行磨合。谁造成的？如果你们一直在一起的话，能有这样的问题吗？马上第2个问题又会来了，老2出生了，对不对？你还要去，那这样的日子还要重新再重演一回，再去磨合，谁造成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啊。为什么我们生了孩子却要甩给自己的老人去带呢？为什么一定要让2个本来是没有问题、相亲相爱的老年人
要分开呢？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反思啊！这期节目一定要让你们的孩子好好看看。解决方案我觉得很简单，要不就2口一起到北京，既可以照顾孩子，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因为大哥是一直期待的，不想孤单。要不就是老2口一起在家乡，时不时的到北京旅游看看孩子们，但是核心的是过好你们的日子，尽快的按照几位老师的建议磨合好就可以了。彼此都有这么多长时间的一个亏欠，对彼此，我们真的应该把接下来的生活留给自己，留给你们2个人一起度过，而不是别人。别人都是点缀，你们才是真正应该过的生活。你们俩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大家给您2位的建议就是这些，就是您2位可以好好想一想有没有用，也想一想各自身上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那我们来换上第2组嘉宾。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赵先生，32岁，来自北京，待业；陆女士，31岁，来自河北，待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感情出现问题的责任在谁？肯定是他呀，他天天这个理由要钱，那个理由花钱，谁的钱天天经得起这么花呀？反正我是不行。他呗。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关心我，过生日的时候连个蛋糕都不给我买，还一天到晚的跟女生暧昧聊天。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的对我好，不是真心喜欢我。他花起钱来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看上了我的人还是我的钱。他老说我乱花钱，那还不是因为他不挣钱吗？但凡他上个班，还在意我花那仨瓜俩枣？你们2个人现在是恋爱的状态是吗？对，恋爱关系。谈恋爱多长时间了？半年了。半年就这么多事儿？是因为就是我之前就是从国外回来之后，他就是那种语音就是长时间的那种不回复，有点那个冷暴力，跟之前的态度有一些就是很大的改变。之前都是那种语音秒接的，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出国是干嘛？出去玩然后出去了10几天吧。他去了吗？他没去。所以你回来之后就感觉他变了是吗？对，跟之前的态度有特别大的那个改变。为啥呢？我就不想跟他接触了，我就感觉我干什么他都满意不了。那你举几个例子？我带他出去玩吧，然后去这个地儿去那个地儿的，然后他就不开心，每次跟我闹脾气，成天给我摆一张臭脸，然后就是天天对着我。也不是每次不开心啊。就是他说的是有一次去那个大峡谷，走路走了3、4个小时，下面的时候坐那个缆车就40块钱他都不愿意花。然后现在我的那个脚还那个磨破皮了，现在这个脚上面还有印呢。他那个磨破脚是因为就是最后他生气，他疯狂暴走。我为什么暴走啊？那暴走不是因为他说我再也不要精神内耗了，那我肯定会以为那你就不想就是在一块儿了，那我肯定我就暴走，自己打车那回家呗。我根本就没有这意思。那我觉得就当时是因为就是我们去的比较晚，然后回来晚，我比较担心，他就生气了，就他说让我自己想，我说我才不要精神内耗，他听错了。他老说我对他不好，说我抠，然后他1年过3次生日，第1次生日就根本就不是他的生日，就是他凭空捏造的一个。怎么过的？花了多少钱？第一个生日就是我先给他转了一个1314嘛，后来呢他就说带我去买点化妆品，说花700左右，我说也行，我说那咱就去买。等到了那个地儿就不一样了，一下就变成2000多。然后后来就我说那就买吧，买就买了吧。然后我也没说什么，而且跟我说就过完这生日之后，后边2个生日我就不过了。我说那咱就过。然后那个化妆品我也不知道，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就有一个粉底液，它是1000多块钱，我以为就是500、600块钱呢。你带他去买化妆品，你不知道化妆品多少钱？当时那个粉底液我没有买过那个牌子，别的牌子有，就是明白。对，之前买的是别的牌子。还有吗？那第1次生日还有花钱的地方吗？没有了。第2次，然后他就非要买一个黄金。不是说后面不过了吗？对，他说不过，但是到那天就变卦了。当天我给他买了一个鲜花嘛，就是早上买了一束花，然后我说咱们就是稍微简简单单稍微过一下，不行，他非要买一个那个黄金手链，就必须得买。然后当时我就是经济情况也有限嘛，没有那么多，然后他就让我给他就是
转了2000块钱。那个黄金手链是我自己拿自己的金条，然后我自己的金饰品，然后所有东西加在一起，自己还添了钱。他只添了那个2000，那个手链要1万多，其余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而且这还是我过生日的情况下。然后就是第3次，就是我说实话不想给他过，然后又给他转了1200。为啥要给他转呀？他就管你要啊。所以就是1年3次生日，每次生日的破费都挺大的。你刚才还说，你说他不管你死活是啥意思？就是在他出国的前一段时间，当时就我也给他转钱了，大概转了就是陆陆续续吧，他的各种理由没有钱，陆陆续续转了7000左右。我带着那个转账记录，然后能放一下。来，我们看一眼那个转账记录来。那3笔都是就我陆陆续续就是单给他的。你看他给我起的名字，对他狠嘛，他天天跟我犯狠。那个13、14就是第1次过生日，然后下面那个2000其实是因为就当时的时候跟他是那个营养课认识的，然后当时就是也上一些就互联网的一些课程，包括一些会计，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就是去工作，然后就是希望生活有一些保障，所以那个2000是这么来的。平均1个星期1到2次。对，你看日期啊。对。然后这是2个月，到10月31号，9月2号到10月31号2个月。他是9月12号是第一笔吧？是吧？9月2号是第一笔。9月2号第一笔。对，9月2号第一笔，然后10月31号。哎，行，小伙子，我能问一下，您工资是月薪多少啊？我现在待业，但是有收入。1个月收入多少啊？我收入不到1万，就是8000左右吧。但不稳定是吧？不稳定，对。行，咱接着说，就说他那个不管你死活的那个。对，然后当初就剩800了，把钱都给他了，就我没有钱了已经，我自己就留800，他就非要去。你天天跟我说没工作，然后没有钱，那你怎么不去工作呢？那你跟我说什么工作能养起你？没事，咱们先别转移话题。你剩了800，然后他非要去之后呢？去那个野生动物园啊，然后玩。我想那他应该多掏点吧，对吧？因为我把钱都给他了。然后他1分都不掏，然后我又花了500。他怎么没有钱啊？他在北京有房子，然后每个月还可以出租，但是他就是不去工作，而且他今年已经30多岁了，让我怎么相信他一点存款都没有啊？然后那个野生动物园就是我们2个人，他说那个一个停车费应该是大概就是200块钱左右，一共就500块钱，然后200还让我出，我就不太能理解。他最后那200也不是他出的，是我出的。你是抢着付钱的呀？也不是抢着付钱，那都已经到了，那只能交钱。再说了，你不想去吗？我说那缓一缓去，他说不行。什么时候我说了？那最后不是还剩300块？你来这污蔑我呀？对，还剩300啊，剩300，然后然后到第2天啊，第2天，然后他又叫我，他非要做一个75的美甲。当时就剩100多块钱了，然后后来他就走了，就是去国外了。那个美甲是我平常就是自己做美甲的话，就是去办卡，然后打完折也得300多块钱。然后因为就是说考虑他的那个经济条件，老师你看我给他花钱，他还不落好，就落不到一点好。我还没说完呢，你能听我说话吗？那个美甲是因为我平常自己做的时候也要就是打完折也要300多块钱，然后。因为考虑他的那个经济条件，所以然后就去找了那种价格特别低的，然后自助美甲就一共就50多块钱，然后去国外的时候，就是那个胶和那个皮还粘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你知道当时他还剩300是吧？你考虑到他经济条件了。去野生动物园那天不知道，后来他给我看了他那银行卡的余额，那个时候才知道，然后他原来真的只有这么多钱了。所以你才把这美甲变成了一75块钱的，是吗？50多块钱。50多块钱，70多。70多，哎，咱不整50多、70多差。哎，那姑娘你自己做花钱不行吗？你不是自己做300多的吗？就是之前他是愿意就是跟我一起去的。不是，是我后来被他叫过去了，过去然后上来就什么付账的就来了，就这种意思。我当时听着就特生气。你不想陪我吗？啊？他陪你，他就一定要付账单吗？然后就是他出国期间了。出国期间，然后他又管我要了那个800块钱，要800块钱跟我说要买一个旅行箱，他说买的东西太多。然后当时就是确实我手里就是他出国期间我就有点钱了，然后
等我接他那天，发现那根本就没有旅行箱，就一破纸箱子。那个旅行箱是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就是在买面膜什么的，然后买东西每次就是买的东西比较多，就是东西放不下了，正好就说啊，那要不然添一个行李箱。他自己说那个添一个吧，然后那个他说多少钱，我说那就800块钱吧。后来还跟我就是那个讲价说500行不行，300行不行？那我肯定讲价呀，那我当时就剩100了，我还不讲价呀？因为我自己去国外玩的话，那个钱他根本就不是他没有出那个钱。我在国外的话，一个人住酒店1天就得2000多块钱，然后还你花多少钱也没给我花，主要是我没给你花，但是我出去10几天我都花了7万块钱。你出国回来给他带礼物了吗？给他带了呀，带一薯片。但是那个是黑松露的，而且我之前就是也有给他花钱，然后我们刚上那个营养课上学的时候，然后一块儿大概就第一次吧，一块儿出去吃饭，然后带我去吃那个15块钱的那个自助，那个肉都馊了，然后我还吃了，把那个15块钱我还转给他了。当初也没好想，他说他不想欠我这人情。我没说不想欠你人，这种话我没说，我这转给你，你收了吧。我觉得那钱没多少。我就是希望他能姑娘，你喜欢他什么呀？爱跟他聊天，然后就觉得知心大姐的那种感觉。不是，那当闺蜜不就挺好吗？我跟他说了呀，他不愿意呀。除了就是你一直觉得他在不停的管你要钱要礼物之外，你觉得这个女生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像你一上来说的那样，说我不想再跟她接触？还有一个事儿，她从回来当天嘛，当天我给她准备就是小项链嘛，然后我疏忽然后忘拿了，我说确实是我忘了，我说咱们先去逛商场，然后回去我当天我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你既然有这个心意的话，你为什么不拿？他就必须先去拿。当初见我的时候为什么不拿？他就必须得先拿，然后去拿了吗？拿了呀，然后就绕远嘛，绕远先回家，然后再去商场，等到商场他又买了一个小金戒指。国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啊，这个东西给你准备了。如果说他真的这个东西想给你的话，那应该见你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准备好了呀。那我准备好了之后你拿过来呀。那你不拿过来，你是不是你就没有这个准备给我？你那么多天都等几个小时等不了。他还嫌弃你什么？嫌弃我懒。但是你确实你没有工作呀，他不懒，我还一直在工作。你让他说完。他不懒，然后他3天那个就是那个碗筷他都不刷，让我去刷。比如我要做个饭，我都得先刷完碗，然后再给他做饭。你每天去给他家做？也不是每天，就有时候我比如说3天等3天晚了，然后我再去。啊，2、3天碗没刷了，你就去给他收拾家是吗？做家务，然后比如那个地，有时候我确实可能是就是蹲的跟他那个要求不太一样，但是我也都干，对不对？然后他还嫌这嫌那。你每次干完活之后，你都是姑奶奶、祖宗，你不配，你是狗，说这种话，说话一直都很阴阳。然后在节目上你怎么不说了？姑娘，你刚才好像在视频里面说了什么？他跟别人暧昧的事儿是吗？对，他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他有3个兄弟，他们建了一个群，然后他们3个兄弟就是不同的时间段看到什么，就是每个人喜欢的类型还不一样。就那种短视频，他是有的时候发那些比较清纯可爱的，然后他另外其他兄弟就有的发那种跳舞蹈。然后还有他跟他们那个营养课的同学，从认识的时候开始，然后就一直聊天，每天都聊。而且他还就是跟有的女生聊，那个女生她跟她男朋友的那些私密的一些事情，然后全部都告诉他，还帮人家女生 P 图。你俩今儿来要解决啥问题呀？我是就不想跟他接触了。你想分手是吧？对对对。他要分手，你要干嘛？我觉得他要分手的话，那说清楚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吧。他送你些东西，他可以要回来吗？当然可以啊。你会还给他吗？主动的？当然会还给他呀，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真心对我，不是说嘴上说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些，不是为了要他这个钱，是看看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我就剩100多了，还不真心。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他的长相了，就不在乎他的身材了，那最起码，那你有一颗啥吧？有一颗真心得给我吧，对不对？男生，我问一下，你家是几套房啊？我家有3套。3套房都在出租吗？2套在出租，2个北京的在出租，2北京在出租啊。那每个月租金应该有个1、2万，不到1万。所以刚才他说的8000多的收入就是这个租金啊。但他北京有2套房啊。我们大概的基本的情况都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他就是不喜欢你，他一点都不喜欢你，他就是喜欢你的钱，这个事情不用质疑。他跟你在一起，他看重的是你的价值。
对他来说，说实话，你连情绪价值他都其实不是很在意，他只在意你的钱花哪儿了。为什么会在意说你跟其他的有可能会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他会觉得你这个钱可能会分流给别人。而且男生，我跟你讲一点，就是有的女孩子她会说一句这样的话，但是这句话是很伪善的，我买得起。但我跟你讲，很多人买得起，但是他更喜欢有人送，他是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不是很聪明的一个女生。我跟你讲，这个男生你拿不住他，你拿不下他。第二点，姑娘，就是你现在在这段情感里面，包括你对你自己的定位，你不值得一个男人在你身上花这么多钱，这是不应该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双向的回馈给对方，就这个恋爱你谈不谈得起，是在于你到底喜不喜欢他，这份真心你对不对得住。然后现在你说怀疑是不是真心，你有没有真心啊？你怀疑人家是不是真心的情况之下，你有真心吗？说带礼物吗？带了，人家说你给我带个薯片，你说哎那是黑松露口味的，他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你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就是少奶奶，你俩就赶紧分开，你俩的刚需都不一样啊，彻底分开，一个要爱情，一个要物质，你俩互相都给不了，就分开就好了，就咱们体面一点。我感觉你们俩没有真正的在一起，就感觉不到你们两人有那个真实的稳定的情感结构，可能你们相互之间还在一个试用期的状态吧，相互还在试探吧。所以我在情感的角度上啊，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看不到这个情感的流动啊。我们爱情保卫战这个节目啊，我们是讲爱情的，爱情婚姻里面有没有金钱这件事儿是有的，但它是个基础，它不是个核心，就不是我们俩谈恋爱就是只有你给我花钱了才能证明你爱我。我觉得这句话是大错特错的。那一个人给你花钱了，那你就能证明他是爱你的吗？你只能证明他给你花钱了，你其他什么都证明不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说你们之间没有情感流动？原因在什么地方？当你发现你男朋友兜里只剩300块钱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不是你今后几天日子怎么过，对啊，你饭怎么吃，而你的想法是，哎呀，那我500块钱的那个指甲我就改50了吧。你是觉得那我委屈一下自己，你没有思考说你应该怎么办。你看这就是没有情感的流动，你看这就是究竟是以钱为核心还是以情感为核心之间的区别。第二个，小我觉得你有问题，就是你始终处于一个戏耍对方的一个状态。虽然你确实你在花钱，你3套房，北京2套房，每个月小1万块钱的房租，那个钱对于你1个月的收入来说是算多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真的至于到那种哎呀我剩500剩800啊剩300，然后每一笔账都给你记下来，然后我真穷的不行，明天我就揭不开锅了，你真至于到这个程度了吗？我觉得不至于。为什么？因为真至于到这个程度，我就花不了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但是你还是在什么50、70的在给人花，在这里面你有在玩的成分，就是你有在看你可以还有多少花招在我身上使，多小的钱你都还想要，你在玩这个东西。然后再加上你在社交里面那个举动和各种动作，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你是吃过见过的，兄弟，没必要在这边啊，你装成那副哎呀一脸忠厚的样子，我觉得你也不真诚。就你们2个人站在这边，我觉得配不上爱情这2个字。所以你们2个人，一个我想好好的去揪一下爱情里面的价值观，另一个人去好好揪一下你人生里面的价值观，要勤劳，要真诚。好，就这样。陆琪老师看待问题就会比较通透，说的再狠一点比较毒。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寻求陆琪老师的帮助，现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亮明你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这样的话你会得到新人礼包。大家都会觉得说女生怎么一直在索要钱啊礼物啊什么的，会对你的印象非常不好。但是我觉得反而男生你的吃相更难看，就是你明明就是知道这姑娘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然后到头来你却开始说为什么对我没有真心。如果你以后要想谈恋爱的话，不是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彰显说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其实这往往体现出来的是你的自卑。你可能觉得自己条件一般，工作没有，但是我仗着我在北京有2套房，
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凸显我自己的优势，让很多的本身如果单从长相上来说我是配不上的女生，在我这里可以俯首称臣，离不开我。如果你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谈恋爱的话，去找女朋友的话，你找的任何一个女生都是她这样，因为你散发出去的找女生、找女朋友的这个条件和标准就是这样的嘛。那么对姑娘来说，就一句话，姑娘，你的事儿办得让你自己太廉价了。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女孩子显得特别廉价的话，她就永远让人瞧不起。我觉得一个女孩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先爱自己。爱自己的第一点就是不要让自己变得那么廉价。我跟你在一起只因为我喜欢你，如果我不喜欢你，你怎么缠着我死缠烂打都没有用。甚至我不需要什么闺蜜式的聊友，因为我的精神足够丰富。我可以走出去看大好河山，我可以去全世界走遍各个地方，因为我自己足够的独立，我自己足够的自尊，足够的自爱，让自己不要这么廉价。姑娘，再继续这么廉价下去，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你。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谈一段关系，咱们客观一点，咱们在什么立场上去谈这个关系？刚才呢，我看这个小赵啊，反复用一个词，就是我不想接触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接触的立场上谈这个关系。那好多事情其实完全可以不谈对错的。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我们在做一件事，但是我可能在态度上要有调整。比如说他还剩800，咱们那次就别去了，咱们过2天再去，不要让人家有那种感觉，这个就是要扑上来把我吃干了抹净了的。哪怕咱们不能克制，咱们微克制一下。所以只要你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在接触这个立场上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因为你们两个彼此动机都非常清晰啊。小赵是这样啊，就是我是觉得你上门去给人家打扫卫生，你能咬着牙关，在还有800块钱的情况下再掏500，不情不愿你也掏了，说明人家是有过人之处的。那如果他能够不那么直白，如果他能给你稍微留点余地，以你不是就想接触一下吗？你同意吗？咱们你看人点头了，人家以后呢，你有800的时候，人家努力调整，咱们花个200-300，对吧？而且人家也确实努力调整过，你有300的时候，人做的是75的美甲呀，人家是为了你消费降级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能不能继续接触下去？既然您也是本着接触的动机来面对他的，所以要求那么多干嘛呢？我觉得你们俩就是2个小孩，完全没有生活过。只有没有生活的人手里有300块钱，还考虑去做个美甲，一个敢要，一个敢给，没有任何的生活。在你们的情感世界里，其实挺枯燥的、单一的。衡量情感的深浅就是用钱，因为你们太缺钱了，所以就把它看得很重。回归生活吧，2个孩子，就是你们在谈一场恋爱吗？我觉得你们俩更像是在照镜子，在测试生活。所幸你们遇到的彼此还都算单纯，没有那么深的城府。你们什么话，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全说了。你们没有那么深，你们没有那么坏，你们就是在认识世界的这堂课里面啊，小学生。所以以你们很单纯、很简单的经历来衡量一段所谓你们认为的情感，我就是对他不信任，对吧？女生就是对男生不信任，所以我既不图你样，也不图你貌，那我得图你的真心吧。你的真心是什么？我觉得钱是最重要，你把你最后1分钱花给我，我就踏实了。这是可能是你在对于情感这件事情的理解。姑娘不对，这事儿不对，但是幸好遇到了他没有那么坏。你们俩在我看来都是孩子，可能有些话说深了，你们脸皮可能薄，立不住。但是你们的父母没有跟你们说这个话，社会就得给你们上这节课。赶紧去踏踏实实生活，房租那是父母给你的房换来的钱，那不是你的。他说的唯一一句我觉得对你有用的话就是赶紧去工作吧，
好，谢谢曲老师。那接下来这样，我们有请两组嘉宾回到我们的转门之后。好，来，叔叔阿姨也同样回去。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的结果了，这个赵先生和李女士。那在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来，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哎，这叔叔阿姨的吧？来了哦，妈，吓死我了！我以为他俩不出来是怎么个回事呢？疼的深啊，从祥云中走来的。好啦，俩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跟我们说说呗？以后在一起就是改变一下自己吧，尽可能少发脾气。好，接下来进入属于您二位的浪漫30秒吧。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好好抱抱对方了吧？所以我要不喊松手，您二位得一直抱着啊！来，这还不好意思呢，抱一下，抱，必须抱啊！这是我们节目的规定，必须抱，不许松开啊！好啦，请亮灯吧。好，谢谢老师。好好的身体健康啊！希望二人能好好安度晚年。祝你们幸福吧，谢谢。来吧，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赵先生和陆女士，他们两个人到底会怎么选择呢？那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坐镇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麦。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1，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吧，我们一起开门揭晓答案。3、2、1，请开门。3、2、1，请开门。我估计是不会出来了吧？他们应该不会了吧？我也觉得。就是希望大家真正的明白爱情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为你花多少钱就代表我有多爱你，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一份爱，对，才是真的爱啊！有美好品质的人才值得被爱。哎，说的特别好，有美好品质的人才值得爱，也值得被爱。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我们下期再见。